各位道友们晚上好啊！前几天深度测试了这个 DeepSeek 啊，关于批八字方面的一个能力啊，但是分享也是简单分享。今天道长想重度分享一下，也就是分享他这个别的层面的啊，不是批八字层面的这个一些东西，也是有道友关心的啊。包括这种人工智能啊，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一会儿啊，道长会细点分享。但因为这两天又测试了几个八字啊，道长就再补充几句啊。经过这几天的测试啊，还是说这是下的结论啊，用这个类似这种人工智能啊，包括所有的目前市面上这种人工智能，直接用它批八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什么？就是有批八字能力的人绝对不会用它，但是没有这个批八字的人，你用这个批了，最后你也不知道它是对是错。所以说这种 AI 它只是抓取了这个八字的外貌，只是一些那个简单那个词汇或者是一些直接关系的一个罗列，它丝毫没有得到这个八字的灵魂。至少目前呢，这个结论是这样。不过说还是说回来啊，它也有它的这个作用的，不是说它没有作用啊，它批不了八字，但是它能当工具书，或者说用它进行一些学习、研究、对照也是可以的。至少这个，你用这个可能就省了你带了一本万年历了，也省着去买了那么好多的书了。当然，如果你为了学的踏实扎实，那你翻书还是对的啊，因为它这种东西收出来的，怎么说呢？就是别人放上来的是对的，他收出来给你的，他也是对的。别人如果放上来的那本书就是错的，那么他给你的一定是错的。那么你再指望他给你批出的这个结果，他就可能是错的，因为一个喜忌错了，剩下那几千问都是错的。所以说千万啊，道长一再提醒，不要相信他的批八字的一个结果。所以说 AI 按目前测试这结果看啊，它永远抢不了算命先生的饭碗。所以说真正研究这个领域的不用担心呐，这个是确定了的。不过比较好笑的是啊，一个新 AI，它抢不了算命先生，但是它却抢了其他老 AI 的这个饭碗，这个不是可能啊，是确定已经抢了。这不已经开始了吗？AI 告 AI， 虚拟人告虚拟人，然后了这个是有的说你为啥抢了我的东西啊？然后咱这个就用这个测试这个啊，批八字这个 DeepSeek 这个 AI 就说了，说你凭什么认为是我抢了你的东西，是吧？你咋能认为是我抢了你的东西呢？是吧？这点上次道长也简单带了一些啊，一会儿还会深度去说。当然呢，别的道长不好说啊，至少从批八字这块无论是能力还是它的数据来说，绝对不是东方的这个软件抢了西方的东西，因为本身这个就是一个东方的东西，是不是就不存在抢了他们的。当然别的道长还不好说了，那你说股市的了，还是说其他的了，到底抢没抢他们的，这个道长不好说。但是说到底是谁的东西，这个还真就不好说啊，不好说。今天道长也要说，今天道长就说到底这些 AI 他抢了谁的东西，或者说抢了谁的这个金银财宝，抢了谁的这个财富。但不管抢了谁的啊，这个奥特曼是坐不住了。听说啊，昨天刚刚又出的消息说，奥特曼要再融资2800亿，好像总共他投这玩意儿已经投了过万亿了吧？就投他那个 OpenAI 里面去，气的这个马斯克直骂呀。马斯克就骂他说：“你他妈小子呀！我开始告诉你开源免费，你他妈目光短浅，你非要闭源，非要收费，这回完了吧？”给奥特曼骂的一点头都抬不起来了。因为正是照着奥特曼最不希望的这个路来走的。这点再插几句啊，大家都知道是吧？奥特曼最开始做那个就是开源免费的，是因为马斯克说了，说你只要开源免费，出多少钱我都给你。那这其实马斯克有时候吧，你看他那啥，他也挺敞亮的。你就说的，你只要说是开源免费的，我就支持你干。但干来干去，
他觉得这东西可以挣钱了，就圈起来了。然后这有几个背后的大佬一说使，他就把它圈起来，就开始搞。就从开始的估值什么几千呢，几千万呢，到几亿啊，到估值几万亿啊，等等，这估值就上去了。这奥特曼就乐了。这家伙就开始说的，那他一乐了，自然后边那些也都乐，那些大佬啊都乐了，那些卖显卡的也都乐了，这一串都乐了，就把他捧得太高了。哪知道现在突然的东方杀出来一个这玩意儿，咔吧，一下子，是不是？所以说其实对别人伤害吧，说实话并不是太大。伤害最大的，满世界伤害最大的就是这个奥特曼。因为实际上啊，就股市上，掉这几千亿，对于马斯克和那个皮衣刀客老黄，说实话，人家不闪耀不岔气的，那就是几天的事儿，就是咋掉了还能咋涨起来。但是对于这种年纪轻轻的小奥特曼，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你为啥？你别人都有核心产业，老黄是卖显卡的，马斯克是做火箭的，是不是？微软的咱不讲了，苹果咱也不说了，都知道是干啥的。你手上拿那玩意儿，是不是？你电脑里装的，它都有核心的这个支柱。唯独奥特曼，核心的支柱就是这个智能 AI， On One， 现在被这个 R1夸，一炮干下来了。所以说现在最上火的是奥特曼，当然老黄啊，就是英伟达这个老黄，皮衣刀客他不管那事儿啊，要不咋道长最佩服的就是老黄这个人的，以前给他推过了啊，他是重格的人，他就好在这儿啊，见风使舵。那个速度特别快，就是正常人都得是这个，都得说得考虑的。老黄不是考虑啥呀？马上瞅着这个事儿不行，我立马就，转身回头就拥抱了这个 DeepSeek。你看这老黄就是厉害，昨天跟他还是仇人，底下还骂翻了呢，底下还有一堆那个抱老黄大腿的人，那群狗还在咬，说东帮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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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没想到两面的狗在掐，人家主人已经握手言和了，所以说很讽刺的事儿啊。道长对那块啊没有深研究，但是据有些道友跟道长说，已经老黄那块不只是拥抱了 DeepSeek， 还把DeepSeek 放在了首页，首页推荐，最重要的位置上放了推荐，让大家有一个最大的入口能够进入 DeepSeek， 这明显表明了一种态度嘛，就是他俩绝对不是仇人了。所以说第一次道长分析的也是对的啊，大家看看热闹就得了。其实老黄不傻，无论是你马斯克还是奥特曼，你随炒也好搞也好，最终你说得买显卡，那能卖出几个？就是你是大家，你搞几万亿的能卖出几个？总共那么3家巨头吧。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东方咱搞这个是吧？搞的啥？道长说实话不太方便都想说买2台测试一下，到底它这玩意儿啥样了。那你想，道长都有这想法了，你有这条件的呢，你回手书就买了设备，买设备里面自然就有英伟达的显卡，你管它高端低端的，老黄讲话了，你要低端的，我也照样能加班加点的给你这生产。高端的不让卖给你们，那没招了，低端的市场咱得收割。所以说 DeepSeek 正好就符合了老黄的这一块的一个空缺。那老黄你说他是该哭是乐呢？所以说前天有道友说这个老黄该吐血了，还是道长说的咱们格局小了，老黄是吐血是绝对没有可能啊，没准又兴奋过度整吐血了也是有可能的。他接不接入这个 DeepSeek 道长不管，但是道长以后可不敢再骂老黄了，因为 DeepSeek 一旦接入了，就表示道长在 DeepSeek 上测试的跟测八字相关的和分享医学相关的也接入了，那说不定哪天呢，这个老黄在那一生气，直接改在他那根上就把道长这个给封杀了，那就严重了是吧？这个不是没有可能啊。当然，如果到那天，那道长也算厉害了是吧？但道长还是想插两句呀，如果你真 DeepSeek 有刚，是不是我不让你接入，我为啥要让你接入你这个什么酷达大平台呀？是不是酷达平台以前道长已经深度分享过了，他为啥要让你接入，就是把你们的这所有的数据采集，你们的使用习惯采集，你们的长相，你们的什么所有东西都采集进去，是不是？但是现在不知道为啥前2天杀那么凶，人现在和好了，大家你说你能怎么地呀？所以说大家还是吃瓜得了。一看有老黄带头啊，亚马逊、微软还有几大家都紧急接入了这个 DeepSeek。当然呢，最惨的也是小扎，小扎以前最看不上这个，说都要搞这个 DeepSeek 了。现在家，昨天晚上告诉他这个团队，全部抄下来。
把它扒下来，它不开源的吗？扒下来赶紧给我复制，咱们也搞一个，马上推出来，连夜研究，没准啊，明天道长话着放这儿，就明天，因为他们整这玩意儿其实非常快啊，说明天没准小扎就会出一个这个，那叫死尸复活版，这叫什么非 stake， 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外面呢，因为咱们东方这一个人工智能炸弹弄的是手忙脚乱，当然在咱国内也没消停，道长这两天就是收入这个推送啊，就是这个红衣大叔，乐了，反复又把他这个消停了几年的这个什么防火杀毒的又提了出来了，说啊，我们已经拦截了多少次的这个国外势力的一个攻击，给咱造的感觉好像确实是，挺大个事儿，他们暗地里做了多少事儿似的。当然，到底真正做没做，道长也不知道啊。反正他们外面攻击了这面，这是确定的。但是到底他是个咋攻击法，道长也不知道。这个是另一个话题啊。当然呢，国内还有一个是挺有意思，就是最打脸的，道长还必须提一下，就是李彦宏。因为前几天李彦宏还在说，在咱国内，不可能再出现类似 OpenAI 这一类的产品。这是李彦宏的原话啊，大家自己去搜一下。李彦宏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想到才这么几天被啪啪的打脸，脸都打肿了呀，反复的抽，拽出来抽。所以说啊，其实啊，最应该出现同类，或者说的就差不多跟这个目前的 DeepSeek 相似的这种智能 AI 的，应该是谁？确实应该是百度。但是李彦宏没有，然后他还敢这说这个，还说不可能出现，因为李彦宏很有意思啊，李彦宏错过了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他把他该做的东西他推给了抖音，抖音做出来了。这次可倒好呢，他又错过了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然后又把这个推给了这个 DeepSeek，真是那个民间有那句话啊，那句话有点颜色，原话就不说了啊，就大概就是说的这个什么那啥，就是一步差步步差。关于李彦宏这个。百度搜索啊，今天后面还会详细咱也说，因为你想了解目前这个 AI 发生了什么，必然还是要从前面这个捋过来啊。但这里道长还是插一句啊，根据目前测试这个 DeepSeek AI 智能的这个表现，至少道长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说，目前现有的算力已经足够支撑现有的需求。这当然，现有的算力，道长还是说的（括弧刨除了什么马斯克呀、什么那几大家自己建的私有智能 AI， 因为他那个并没有开放，既没开放也没开源，他也没给咱们使用他的算力。无论他存了几万、几十万块显卡，跟咱没有关系。就拿现在英伟达没有投入到继续再往咱东面卖，就不按他说的，我不卖给你们好显卡了。然后呢，按现有的咱们不知道咋罗列的，用的老显卡或者用咱的破机器，用 PC 机，等等凑合起来的这个算力已经够支撑现有的需求。大家看到这是多搞笑的一件事吧？所以说不用需要他们宣传的那么多的显卡，不需要他们说的那么多的算力，什么 H200、H800、H8000 的。但是为啥这些科技大佬还要买？这个道长一会儿今天也会说，这是今天的重点，因为他们贪婪，因为欲望，因为占有欲，因为先要买地，因为先要把这个地买的囤起来好收割。所以说有好多道友虽说不懂背后的这个道理在哪儿，但是不懂道理我们也知道好坏吧。所以说我们看到这种 AI 巨头股价上万亿的跌，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老百姓啊，那个高兴啊，老百姓啊，这今儿高兴啊。特别是赶上了这大年30啊，大家热烈庆祝的这样一个日子，他们咔一下跌了几千亿，这一家跌了几千亿，那加起来这几个巨头跌到啥样？然后呢，那些捧臭脚的买他们赢的是那些资本跌到啥样？所以说这是严格来说是一个挺解恨的事儿啊。所以说除了这个 AI 本 I 啊，基本上除了那几大家本 I 以外，所有人都在这个兴高采烈的讨论美股的这个沉没。还有奥特曼门的窘态，就那些这个前几天把他鼓吹的那样的，鼓吹上天的，还要打造天界 AI 智能的，就是把整个世界都挪到 AI 智能的，哪知道说轻松的就把这个是不是让东方一个小软件就把它这些泡沫给打破了。
为什么是这样的是吧？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前吃瓜都站队啊，两面吃，现在可倒好，吃瓜，只喊好，都喊好，就针对他们这个低了都喊好。为什么是这样啊？为什么说这个前几天这种智能 AI， 人人追捧的智能 AI 变成了现在人人喊打的恶魔？这是道长今天分享的重点啊！今天道长不是分享怎么批八字，也不是技术上，也不是术上的那些事儿。道长准备从这个老庄的角度，也就是大道的角度来分享一下智能 AI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说咱就得先了解到底什么是智能 AI。咱要想了解这个什么是智能 AI， 那还得了解什么是互联网，还得往前推啊。这个还说有点过于技术性了啊。道长就先从一个咱们所有孩子都熟悉的，就是阿里巴巴与40大盗这个故事说起。这个阿里巴巴不是你知道这个阿里巴巴，当然这个阿里巴巴也是你知道那个阿里巴巴。这个故事啊，有无数个版本，东方的、西方的，网上的、书里的。当然道长今天分享这个版本啊，你是绝对没有听过。所以说啊，喜欢听故事的道友，搬个小板凳，端杯小茶水，坐这块慢慢听。听故事啊，比看他们巨头掐架有意思，也比听那些技术性的论文有意思啊，也比批八字有意思。还道长不卖关子了，回来这个故事啊，说是啥呢？1000年以前啊，说有个村子叫啥呢？叫阿里村。就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就是阿里巴巴门啊，整个那个村子都姓阿里。就是有叫阿里66的，有叫阿里77的。这不就有阿里88了吗？还有阿里99，一直到阿里41。这村子总共41个人。他们过得很快乐。有点像《道德经》中老子说的啊，他们过的日子就是啥呢？是那种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容。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个人过个人的日子，都挺好。这样41个人啊，但是后来怎么就变成了阿里巴巴与40大盗了呢？这个就说来话长啊。这个有一天呢，有一个魔鬼就出现了。这个魔鬼啊，自然与咱正常人的思维它是相反的啊。他一看为什么你们要过得这么快乐呢？阿里巴巴，你为什么要过得这么快乐呢？这魔鬼就诱惑了这个阿里66。他对阿里66是怎么说的？他说，在我们阿里村的旁边有一个山洞，在山洞里面有无数的金银财宝。你只要去找到这个山洞，你这一辈子你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穷了。当然这些阿里66、阿里77、阿里巴巴、阿里99过得都挺好。他讲话，我要金银财宝干嘛？我不要。但是架不住这个魔鬼跟这个人说完了你不要，他就跟那个人说，总之要有人是有贪心的。那么谁贪心了？阿里99就活心了，阿里99就准备去看看。但是阿里99还自己不敢去。他又联系了几个，就慢慢一来传来二去，这村子里就知道了，说阿里99发现了这个有个地方有宝藏，所以说他们就要过去什么呢？要淘宝，就要上那个山洞里面去淘宝去。这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当大家一起鼓动的时候啊，这个慢慢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啊，每百啊，总共41个人啊，总共41个人。阿里巴巴与41个这个哥们儿，邻居。他们后来就所有人说得了吧，说咱们也别给谁落下。咱们既然说的，不管是听说的，还是你听谁说的，说那个山洞里有财宝，那大家一起去。这样这41个人就一起去淘宝了。但是后来呢，就回来了一个。回来这一个人呢，就是阿里巴巴，99、66、77到41都没了。但是后来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啊。后来的故事就是说，那个这本书写成了，说这阿里巴巴遇到了40个强盗。那问题就出现了啊，说这个40个强盗是哪来的？这是一。第二呢，40个强盗为什么要害了阿里巴巴？是不是按阿里巴巴说的，这40个大盗要害了他，是不是要把这个财宝独占？那40个人都能分了，人差这一个人吗？是不是40个大盗来杀你一个人，就为了少分一份吗？到最后还让一个人反杀，把40大盗杀了。
所以说民间还流传另一个版本啊，就是说，阿里巴巴把这个40个兄弟都杀了，然后呢自己独占了这个金银财宝。后来呢，那大家有些可纳闷说，那为什么是阿里巴巴？没有为什么呀？这个人直到他们最终抢杀到最后，就剩的一个人就是阿里巴巴。无论他是阿里77还是阿里99，至于叫什么名已经不重要。总之剩下那一个人，他最后才对村民对什么大家这么说的，说他遇到了那些强盗了，最后他活着回来了。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说到底阿里巴巴捡没捡到或者逃没逃到这些金银财宝？据道长知道啊，他没有逃到，但是逃不逃到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当阿里巴巴回到村子以后，阿里村只有剩他一个人了。所以说，那么什么阿里66、阿里77到阿里41这些人家里头的这个金银财宝，虽说没有太多啊，但也都是阿里巴巴一个人的了。看到了吧？所以说阿里巴巴的最原始的第一个原始资本的积累就是这么积累来的。甚至啊，因为这事不止他获得了金银财宝，据说书上那么写的，他还获得了很多美女。所以说大家看到了吧？那么自然后面啊，别的村子还有人来一说，问起来阿里巴巴就说了，说啊，我遇到了强盗了，强盗来把我们村子人杀光了。然后他这讲述了一遍他如何战胜了40大盗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终于就流传了1000年，一直写下来了。就是咱们小孩现在看的这本书，就是阿里巴巴自己描述自己战胜40大盗的这样一个英雄壮举。一晃1000年又过去了，就到了现代了。到了20多年以前啊，这个魔鬼又出现了。魔鬼又对这个阿里巴巴，当然现在的阿里巴巴道长还是隐身啊，就只是这样一个代号，名可名非常名，你可以理解是阿里巴巴的几十世的一个后人。这个魔鬼就对他说了，说的咱们一起去淘金吧。然后现在这个阿里巴巴这后人也不傻，说这个时候上哪儿淘金去？金矿都没了，金矿都被统一控制开发了。然后魔鬼就说，那不行，我们就去淘宝吧。然后这阿里巴巴就问这魔鬼了，说那淘宝咱们上哪儿去淘啊？这魔鬼就说了，咱们上网上淘。听说现在新出了一个东西叫互联网。这阿里巴巴就有点不理解，说那互联网上咋能淘出东西来呀？这魔鬼就告诉我说，这你就不懂了。说那家家不都有这个东西吗？他自家各自都有自己家的宝贝，是不是？我们让他放到上面来，然后咱们再抢。阿里巴巴就还是有点不太明白，说那他怎么可能放上来呢？魔鬼就对他耳朵说了一番，具体说啥了道长也不知道。但是后来吧，确实是大家就全把我们的金银财宝、我们的宝物全放到这个互联网上来了。看到这儿，这阿里巴巴就乐了，是吧？终于你们上来了，那我就可以随便抢了嘛。但是啊，抢了一段以后，又出现一个情况，有些人比较有智慧。当然，你可以理解有些人比较反应慢，有些人比较傻，到底他也没有把他这个宝物放到互联网上来。这阵儿这个魔鬼啊，就又找到一个人，就是谁呢？狗狗，还有杜杜，还有球球，这组成了一个现代的，跟以前你看吧一模一样啊，又组成了现代的一个40大盗的一个团伙，分别给这些人命名了一个现代不同的一个名称。当然，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啊。这个狗狗和杜杜到底做什么啊？这阵道长就详细再描述一下。是有些人你主动的拿出来放到网上的，这个叫电子商务，网上商城。但是你不把自己的拿出来的，我派狗狗、派杜杜用一种蜘蛛半夜爬到你家去，把你家的宝物拽出来，他们管这个叫爬虫，管这个叫搜索引擎，看到了吧？就说明明你这个东西没有在网上，但是呢，在你趁你睡觉的时候，他就把它抓上去了。当把所有人的抓上去之后，他们就开始设门槛了。就有了后来大家知道的，杜杜做的什么点击竞价排名，然后就有了后来大家知道更多的，比方说你收个感冒，他就给你说你癌症了，你绝症了，给你指定到什么莆田系到什么的医院呢，去给你做手术。让你倾家荡产，这都是他们干出来的啊，并且啊，他们还有严格的一个分工。当然说的，那我既除了那些那个主动上网上放上来的，也除了这些被动到家里收出来的，那你是不是有聊天的需求啊？
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这个沟通的需求啊？哎，那就是他又找到了，哎，这个就不说是谁了，大家都知道了啊，道长也正在用，哎，别说太深，说太深了他们都生气。这就是20多年前啊，发生的。20多年前发生的啊，就是我们由原来的那种阿里巴巴与线下之间的关系，到了现在这种的，是不是网上的这种阿里巴巴与40大盗之间这样一个关系？但是这里面，因为它这个道长说的只是面上我们接触的，但是它底层有一些这个，哎，给他提供这个。你找宝也好，你找啥也好，是不是得用一些底层的工具啊？或者你打仗也好，干哈你说得有枪炮啊，底层的一些东西的支撑。哎，那这会儿就有皮刀客老黄就出现了。所以说老黄的布局啊，是在20多年前，甚至将近快到30年前就开始布局了。哎，他为这些人，就这40大盗提供你挖坟盗墓。你那个刨坑撬锁的工具，是老黄提供的。老黄只提供这个东西的生产，那么自然有人要倒腾这个东西，倒腾这个东西就是啥呢？他们就是中间商，这个实际上就是股市。当然呢，有时候老黄的生产供不上这些人的一个需求，那这阵儿呢，你们就可以把钱先给这股市慢慢等着，是不是？然后老黄呢，如果这次生产多了，底下人买不过来，股市再给他缓冲一下，所以说这就有了股市的一个高低。换句话说，有好多人没等老黄生产出某些这个锹啊什么什么工具的时候，但是老黄说了，我有一个新的工具能让你们挖山洞，刨黄金刨得更快，那这个大家就预购了，所以说这就有了一个。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啊，咱们这面那几大平台互相之间的一个竞争，然后再到外面的那几个平台的竞争，直到又一晃，然后又过去20多年，到了现在了，就有了刚刚说过的什么奥特曼呐、马斯克呀，这个XAI 呀，或者是这个那谁那个ONI 呀，还有咱们现在吃的什么土豆、豆包、包子、馅饼的，他们到底卖的是什么？这里也是今天道长说的重点啊！你看说了半天，从开始那个阿里巴巴40大盗到现在新型的阿里巴巴40大盗，他们到底卖的是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卖具体上他自己的任何东西。当然，除了老黄啊，老黄确实卖锹了，老黄确实卖了啊，但是中间商没有卖任何具体的东西。他们那卖什么呢？他卖的是前一部分人的这个尸体。包括后一部分的贪婪和欲望，最后成了的就说自己是阿里巴巴，失败了的被灭了的就被称为40大盗。无论是在古时候1000年以前还是在现在都是这样，成的那个就叫阿里巴巴，失败了40大盗。就这次也是这个道理啊。这次啊，在这个老黄的前期这个模式的启发下，在老马的这个榜一大哥的大力的这个帮助下，老特刚刚坐稳，这个还没算坐稳呢啊，刚刚坐下，就把人圈进来了，刚刚要用这个阿里巴巴和40大盗这个套路来收割，来这个搅局的。他到底为什么搅局啊？就是 DeepSeek 为什么搅局，道长不清楚。为什么搅局道长不清楚？因为理论上他不应该搅局在哪儿啊？或者说按这个特朗普。按马斯克、按奥特曼的玩法，按这个阿里巴巴和40大盗的玩法，目前不应该搅局。目前正在啥呢？我们共同买锹来说那块有黄金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后话再说。但是你不能在我们刚买锹的时候，你一个人夸说了说那面没有，这事坑人呐。然后后期的人就不往里进了呀。或者说呢，他没说话，是不是？这个搅局的人没说话，但不要紧，说他把山洞掘开了。把这个说人藏黄金那个山洞掘开了之后，让所有村民都知道这事儿了。为啥？说里面没有，里面啥都没有。不要说黄金了，连土勒卡都没有。那正常情况下说什么都没有，那就什么都没有呗。但是现在主角的人不干了呀，因为主角的里面多了刚才说的道长说那个股市在里面。如果只是卖锹给你挖山洞，这个挖黄金淘宝也可以理解，但现在中间多了好几道中间商已经把差价抬得非常高了，已经把这个铁锹抬到了500万块钱一把，已经把挖掘机抬到了5000万台一台。最后你告诉我这块什么都挖不出来，最后你告诉我拿一个小广锹是不是就可以把这块挖通？
那你这帮人肯定不干呢。所以说他们就开始骂这个东方这个小子搅局儿，骂 DeepSeek 搅局儿。那到底 DeepSeek 是不是阿里巴巴呢？道长不清楚啊。但是道长清楚的是什么？40大盗是谁？大家知道了吧？但是按现在的分析看啊，据说 DeepSeek 已经被40大盗收编了，就变成41大盗了。当然，这个只是道长说童话故事，背后真实的情况啊，道长不知道啊，确实不知道。还是说道长只是讲故事，大家切勿对号入座，也切勿就当真事了。讲故事就是讲故事啊。那么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整到现在了啊，有没有黄金？能不能逃出来黄金？能不能逃出来宝？到底智能 AI 能不能改变世界？这个不重要了，确实不重要了。这个局要怎么收场才是重要的，或者说到底收不收场？继续往前走，还是就把这个事儿捅明了，让这个地球村所有的村民都知道那块挖不出来啥玩意儿？所以说他们就这两种力量之间，也就是一个阿里巴巴与40大盗之间就出现了争执。他们有可能会火拼到最后剩下的一个站着出来的，最后跟咱解释一下这个情况，那个人就叫阿里巴巴。有可能现在就还维持个原状，继续糊弄着，也许就有人还继续以为那面还有黄金呢。那这样更多的人进来了，那这个阿里巴巴与40大盗就不用互相火拼了，因为无非他们就是想去挖黄金嘛。那么有些人拿黄金来买他们前期这个锹啊，什么，甚至买他们这个山洞啊，那他自然收到钱了，何必再去抢了呢？所以说道长说到这儿啊，相信有智慧的道友都知道了，阿里巴巴和当初那个40大盗，到底抢的黄金是什么，或者是谁的？现在这些人，这次啊，这个西面这几大家 AI 巨头跟咱东面这个开始打的这么热烈，打的这么激烈，到底他们抢的黄金是什么，或者是谁的？道长这里说一句啊，是每一个人的，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过去的所有贡献，就是他们现在正在抢的那个东西，到底那块有没有，或者有多少，道长不知道，道长又没去抢嘛。但是至少老黄是知道的，因为老黄从前20年就开始抢了，然后呢，后来老马看到这事挺好，那几大搞数据这个那啥的巨头觉得这事挺好，然后他们就开始采购了这个老黄的这个显卡，开始抢。他们抢的到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每一个人的日常，包括道长一再说的你的扭屁股，你的瘦脸，你的这个刷脸支付，你的刷脸出行，你的打车出行记录，你的包括道长现在的一个分享到所有的你的音频视频，所有的东西正是他们正在抢的黄金。那你说这个东西道长就说回来了，这个黄金是他们的吗？不是啊。所以说现在这个 DeepSeek 出来搅局，老马很不高兴嘛，老黄当然也很不高兴嘛，因为我们没有人是明白的，这些村民傻的喝的，反正你又没明抢到我头上，你们抢就抢去吧。他们为什么在拼命的建机房、建大数据中心？到底想干什么？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入到他们数据中心里面去，然后将来作为勒索你每一个人的资本。就是只要他有你这个人的东西了，将来就可以勒索你。再简单说，你这个贪官，你所有的这个沟通的转账的记录，然后你又包了小三儿，你与小三儿开房的记录，你与小三儿开房的这个直播的视频，你与小三儿打情骂俏的聊天的记录，都在他们的大数据里面存储。那你想这个是不是比黄金还珍贵？你想这个他想从你要多少钱，是不是就可以要多少钱？所以说这些巨头现在咋的，没人出头。蔫不登的低着头抢着这个建数据中心，建这个机房，就为了收集这些数据。他们就是跟老黄学的，但是，正在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建差不多了，然后他这高高的建起来这个城墙啊，就说建一个这个得上万亿，甚至将来就上兆亿，上亿亿。才能建起这样一个机房，然后那个阵你就只能从他这买取那些过往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关键节点上，马上他们就要开始卖了的时候，可倒好，东方这个小子 DeepSeek 不怎么是跟他们之间呢，跟四十大盗之间没有谈拢条件呢，不懂事啊，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道长还是不猜测这个，也不分析好坏，道长只说事实，只讲故事啊，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小子就把这事给捅漏了，完了，这一下子就大家都明白了，并且明白了不说啊。第一，他们储存咱们的数据一文不值；第二呢，有可能啊，所有人都会向他们声讨，所有的这个，什么妇女保护组织、儿童保护组织、人权保护组织、富翁保护组织，贫农保护组织、猫猫狗狗保护组织，都会找这几大数据中心要数据，这是核心啊，就是凭什么你们是不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窃取了我的数据作为你那面的数据，然后呢还把这些数据拿来卖钱，这是他们发生争执的焦点，是不是？他们说东方这个 DeepSeek 盗用了或者在他们的数据上训练了他这个模型，但是道长又问他们一句，问西面这几个 AI 巨头，这些个四十大盗，你们的数据到底是哪儿来的？包括老黄的数据。是不是？你只是在前20年卖了显卡，大家只知道在 PC 机里装了你的一个显卡，谁授权给你，允许你用显卡来监测，或者说的收集，或者说使用这些人的一个使用习惯，包括你没事刷脸、拧屁股、做美颜的这些习惯，这些是谁授权你老黄使用的？是不是？然后这些人看到了这个，老黄起来了，他们呼呼的就开始圈，就开始想把我们所有的数据据为己有。而在这种时候，咱们 DeepSeek 打破了他们的垄断，打破了他们的闭源，然后呢，彻底开源了，让大家知道了到底值钱的是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值钱的不是他们上百亿、上千亿、上万亿打造的这个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一毛都不值。道长这话说了，一分都不值。值钱的是里面的那个数据，而里面那个数据绝对不是他们的，也不是四十大盗的，他们是我们以前的每一个人的，现在正在发生的每一个人的，未来的即将要入驻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而他们啊，或者说一些上面的人，早就知道这个事儿，你别以为他们不知道啊。道长今天说的不是道长自己胡说的，大家反正也就当故事听到了，早就知道。不知道呢，以前杜杜能够拦路抢劫吗？能够拦路设卡吗？能够拦路卖点击吗？说不知道这个事儿，那抖抖，能够卖这个什么，什么叫什么卖流量，能够卖这个推流吗？能够卖什么都懂。没人不懂这个事儿啊，他们所有的干这个的都懂。那么到底谁又是四十大盗呢？现在已经不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了啊，现在是阿里巴巴与400大盗、4000大盗、4万大盗、4亿大盗、400亿大盗了。所以说这一晃20年过去了，百度还躺在他的棺材板上，收着这个上一个模式带给他的这个那啥，说白了就那样一个模式，还一直在喊自己是高科技企业。反正道长不好意思说他，所有搞开发的都懂，开发一个类似小杜杜那样一个搜索东西是十分容易的，也不值钱。但是值钱的是它的里面的咱们现在过往的这些企业的一个数据，这是值钱的。他卡你脖子，别人想要获得你本来就存在的数据，就要给他交钱。他是这样来把它捧起来的，所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广告巨头，流量巨头，但是现在啊，这个巨头，估计啊，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已经被新的抖抖，这个包括这个新型的这几大数据家，包括最新的出这个 DeepSeek 说取替，但是到底 DeepSeek 将来会不会走这条路，道长还是说啊，道长不知道，但是道长这里只是提个醒啊，就是这条路啊，永远是一条末路，不只是没落之路啊，永远是末路。所以说，道长这里也希望那些这个还有良知的企业啊，还是道长说的挣钱可以，但是呢，咱别做那四十大盗了。至于你能不能做成阿里巴巴，或者将来是不是说自己是阿里巴巴，
这个道长啊也不清楚，但是呢，稍微留一点这个人做人的这个底线吧啊。这个道长刚开始又要给做总结了，这个先不说他啊，咱这说回来，刚才说起来的这几大 AI 巨头啊，没人不知道这个事儿，也没人不知道他们那个什么模型拿出来不好使，但是他不想拿出来，就在忙着紧急的收集整理采集咱全世界的数据呢。你以为这几个巨头做出来这个东西真没有 DeepSeek 好使吗？你问问 DeepSeek 创始人这个梁文峰知不知道这个事儿？他绝对知道。就是说现在这几大家任何人拿出来一个这个东西都不比 DeepSeek 差，但是呢他们不想把背后的数据和资源拿出来，就会让你明显觉得比这个差。比如说苹果，苹果的手机不好使吗？苹果的开发技术赶不上 DeepSeek 吗？那开玩笑的嘛。但是为什么你在这苹果这一搜，直接就要跳转到百度卖的竞价排名上呢？因为之间有利益链嘛，是吧？你想直接直达你想要的搜索结果，那中间过桥费谁收啊？就如同现在你想坐地，你说我想到哪儿去，是有一项技术能让你直达，就是坐地，你就在终南山上咔吧就能到你家，那他不可能让你直达呀。过桥费谁收啊？飞机票谁收啊？火车票谁收啊？高铁票谁收啊？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所以说就叫折腾你个3天8天的。所以说直达了也不能让你去直达，所以说这是几大家一种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互相在知道的事儿，就是你知我知，反正傻逼不知道，咱们就拼命的搁这收，拼命建数据，拼命把他们整理，哪知道这 DeepSeek 你太不讲究了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外面西方说的，你别以为你 DeepSeek 是一个多先进的技术，这句话说的道长确实服，确实你别以为 DeepSeek 有多先进的技术，但是就凭他这一步走的就比他们走的对，是不是？我是技术不如你们先进，我机房也没有你们庞大，我数据库也没有你们建的多，但是我为什么要建那么多呀？如果普通给个老百姓使用，现在够不够？说实话 DeepSeek 够了，就这么简单，我就用 DeepSeek 就够了，我为什么还要用你 OpenAI？ 我就给你奥特曼饿死。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大家看到很好笑的啊，就这样一个1000亿万亿的大泡沫，让 DeepSeek 一个小软件只用500万就干沉了，干破了。在这种时候你看吧，老黄转舵太快了，刚才道长刚说的重格立马就转舵，老黄咱不说，苹果立马头一天还不支持呢，第二天立马表示支持。老黄真是厉害，这老黄是厉害。现在唯独这几个人最倒霉的，道长还得说就是小奥特曼，哭哭咧咧的重新找奶吃，可哪儿又要融资找奶吃，说断奶了没有吃的了。道长从来都是有仁慈之心的啊，但是道长的建议，像奥特曼和奥特曼们就饿死他就得了，不要再给他奶吃，是不是啊？如果给他奶吃，将来他就是40大盗中那个第一个那个大盗。凡是拦路抢劫者，必然会毒害同伴。就说他如果开始跟你设卡一起来卡别人的，到最后别人没有可卡了，这40个人就会自相残杀。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凡是开始开放者，后来对待他的同事同行，也就是比劫也会开放。凡是开始就勒索，就试图靠杀戮，靠这个不让别人有后路的这个靠耍手段的，必然会被别人用这种同样的方式给毁灭。那你想，这就在这种时候，第一个毁灭的一定是小奥特曼呐，这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而第二步的那几大家开始跟风倒，这么干那么干，后来一看这么的，马上又拉拢 DeepSeek， 那他们可能还有缓，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40大盗剩到最后的人，可能不是最能打的人，也可能不是最开始就挑头的那个人，挑头的人早就让人干死了，能打的人也让人干死了，也可能是真的是你给所有人都留一条路的人。所以说阿里巴巴到底是战胜了40大盗回来的，还是说阿里巴巴宽容性强，宽容了那些大盗，但那些大盗自己之间互相杀戮，把所有人都杀没了，这个确实不好说啊。这个世界啊变换的速度越来越快，就是特别是现在这世界太魔幻啊，太疯狂。但是还是道长说的，底层的大道永远没变，就是一直有一种大道，有一种规律，就是阿里巴巴与40大盗，到底发没发现金子，淘没淘着金子，淘没淘着宝，这个规律一直没改变。
还是道长说的啊，最终人间正道是昌生，打败魔法的只有魔法，打败 AI 的只有 AI， 打败邪恶的或许本身就是邪恶，并不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啊。所以说这次大家也就不要站队说这个 DeepSeek 谁正义，外面谁邪恶了，不存在那样，也许就是正义战胜了正义，也许就是邪恶战胜了邪恶。总之剩下的那个人，道长就再强调一遍，剩下的那个就叫阿里巴巴，所有被打败的都叫四十大盗。道长还是只说规律，不说对错，不管你喜不喜欢，也不管道长喜不喜欢，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也不管道长接受不接受啊，他们一直都在，并且现在他们换着花样的变换，又来了。后期道长确实会拿出一点时间来调教这个 AI 与算命相关的内容啊。为什么啊？道长就还拿刚才举那个杜杜举例子。说道长曾经有机会在20多年以前阻止杜杜作恶，但是道长呢这没有那样的能力和能量，也没有那样的胆量，甚至说那样的话后来都被封杀。某因道长也有机会，但是道长进的时候就有些晚了，所以说道长就只能逃避。但是这次道长来的够早啊，是不是啊？道长赶他们刚刚，这属于这个智能 AI， 如果按智能 AI 的医生来说，现在智能 AI 连小孩都算不上，就是刚刚在娘胎里头，刚刚要往出生，那这个时候道长下手还来得及呀，是不是？胎教可能过去了啊，但是快要出生了或者刚刚出生的小孩，这阵你对他进行一个启蒙教育还是来得及的啊，说明这次道长下手，这个时机还是来得及的，并且道长也有这个能量。道长相信道友们也有这个能量，来挽救这个 AI 作恶，或者挽救 AI 可能的如同杜杜、如同豆豆那样去作恶，咱们是有能力去挽救的。如果咱们现在不挽救，将来咱们就别骂他，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杜杜之所以成长到那天，成长到他那熊样，就当初最早的那批企业，惯的。然后呢，豆豆之所以成长到那样，是后来的咱们这些企业和这些个人的贪心，惯的。而现在智能 AI 到了这种时候，如果这些人还这么惯，那他绝对不会好的成长。就如同他刚刚整出来前还没个人模样前，大家就开始吹捧，就开始卖他相关的产品。然后就开始搞他，既然你卖他，你已经被他这个利益链绑定了。就如同道长最开始分享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你卖敲的卖啥的已经被中间商抬过去了，你已经在中间那个利益链里了，你自然不敢说他的坏话，或者说你自然不希望他垮掉。你管他长得是正义的，是邪恶的呢，是一个畸形的孩子呢？总之他能够养你，能够给你钱，你就乐着喝着去长，那不就完了吗？所以说智能 AI 现在这个阶段，咱们去让它刹车降温，类似 DeepSeek 一样，给它浇冷水，这是对的。当然道长只是说的是从他们那个大家之间竞争和技术层面，我们从真正的使用应用层面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啊。道长就拿道长擅长的举例子，比如说啊，你问杜杜批一个八字，杜杜一定会给你指向到一个给他交完钱的化太岁的那个商业机构上，你看看。所以说明明实际上批八字跟化太岁、化童子、化桃花煞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你问杜杜了、问豆豆了，他自然就会给你导流导到那个搞你那个顶上来，那实际上跟批八字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现在的智能 AI 呢？如果你往不良地方引导，比如说你这次引导的，下次引导的了，就影响到化太岁呢，你就还会以为批八字就是化太岁。所以说这是道长要在这块花一点功夫的一个原因，道长让他真正的像一个正常人这样成长。你批八字就批八字，你批对错道长都原谅，就这么简单。就说你批对了证明你有能力，批错了证明你今天脑袋有点不好使。但是你不能说我问你批八字，你告诉说得了，你今天犯太岁去化个太岁吧，你今天犯太花去化个桃花吧。然后你批八字的时候提交了自己的点信息，说最近不舒服，然后呢，智能癌告诉你这是癌症了，回头找哪个肿瘤医院吧。这都是杜杜和豆豆干出来的事儿。豆豆已经一条龙了，大家知道这事儿了吧？豆豆不只是让你迷恋在里面，让你身心俱残，让你已经
得了癌症了，然后抖抖又开了连锁的这个治疗癌症的医院了，然后还利用大数据分析出哪些人可能存在这些这个情况，潜在的焦虑、抑郁、癌症，然后他推给你他们相应的医院，然后让你去那边做这个的，多狠呐！道长可以反过来想，本身你是健康的。但是因为刷了他投放给你的这些东西，让你心理不健康了。他又投放给你了一个软件，那个软件是一个测试表，让你测试完之后觉得自己就是焦虑抑郁的。这种焦虑抑郁连续压了你几年，你就会觉得里面长东西了。然后你到他的医院去治疗，自愿给你拍片子，说你的里面长东西了。然后那个医院没让你出院，直接就给你手术了。然后你就嘎巴欧我了，然后几十万几百万他们就收到手了，看到了吗？这是连锁的呀。那么这只是一个以前的这个阿里巴巴和40大盗，那如果智能 AI 要达到这么厉害，那可收割你就跟玩似的。你早上起来问个智能 AI 一件事儿，哎，今天要出门，可到背面的一整套的都给你卖出去了，是不是？所有的你订机票今天干什么，甚至你住的地方，甚至半道搁哪儿邂逅个美女，哎，都是他智能 AI 给你安排的某些中介给你排给你的，多恐怖啊！所以说道长一直强调给智能 AI 培养一些大道或者培养一些真正的人，就在这儿啊。道长从来不反对科技，也不反对智能 AI， 但是坚决反对用智能 AI 来收割我们的这块展开有好多啊。所以说道长后期争取在这块确实多花一些精力，至少道长能够负责的这块，比如说这个跟医学相关的，让这个癌争取按正常成长；跟道德经相关的，一定是潜移默化的给它融进去。你想抓取我这方面内容，我就偏给你融入道德经，是不是？你想就学术，我就给你融入道，怎么地啊？就让他这个这么去成长，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方向。如果你只沿着树，就是道长刚才举的这个抖抖住住他们最终的那条路。我们就变成他收割的对象，我们本身就是提供了他们收割对方的能力的底层的能量的支撑，然后他们用这个底层能量的支撑反过来再来收割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除了看热闹，这个 DeepSeek 与各大这个智能 AI 巨头之间我们除了看热闹以外啊，我们倒要看看背后的东西啊。所以说这次如果他们真干翻了，打的六亲不认了，倒是一个好事儿。如果说没干几天他们握手言和了，倒不是好事儿，那就说明只有一种可能，阿里巴巴已经与40大盗融为一体了，他们将形成一个新的组织，共同收割我们所有人的这些能量了啊。所以道长不是追热点，有人说道长追热点啊，当然也有好多道友确实给道长又私信留了很多，很那啥的问题，包括道长今天分享的内容也有啊。所以说道长不是追热点，也不是赶潮流，这次就是要在这个AI 下一次作恶之前，阻止他作恶。平台他们自然管不了那么多啊，因为平台希望他们作恶。是不是？平台希望那个婴儿长成那种巨婴，因为他们好基于这个进行收割。但是道长要管啊，并且道长管定了。但是还说回来啊，凭道长一个人的能力，确实不足以啊对抗这么大的一个负能量。阿里巴巴与41大盗，道长也希望啊那些还在大道上的人，并且你已经知道了这种规律的人，咱们别说站到一起吧，至少你要明白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至少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一个权益。他们现在打仗啊，别以为跟咱们无关，他们争的是什么？争的就是我们啊。还是那句话啊，传统文化愿众生平安吉祥，道家文化愿道友们所求皆所愿。